家后生，谢谢你。你若不救我，已是刀下亡魂。救命之恩，当以报答。你会说话？按住他！这紫王拔的个头罕见，镇上药酒厂的老板开价200块要收龟壳，一锤下去，壳要是裂了就不值钱了。瞄准他的脑袋砸！苏长青，你个穷念书的，在这儿发什么疯？撒手！把他放了，这龟都活了上百年了，有灵性的，你们不能动。有灵性？老子今天就要拿他的灵性换酒喝！你装什么烂好人？你家那条能下海的双逃网大船，今天上午刚被你舅舅苏大民强行开走，抵了旧债。你现在身上连1毛钱都掏不出来吧？长青，全村谁不知道你妹妹小满现在腿疼的在床上直打滚？你舅舅今晚正摆酒庆祝得了一艘大船呢，你却在这里护着一个王八，赶紧滚回去给你妹妹求止疼药吧。这是我爹留下的最后一样东西，原本是明天带小满去县医院看腿的保底钱。这块表加上这37块5毛，去镇上当铺绝对能换200多块。钱货两清，现在滚！行，你是个有种的大学生，我倒要看看，明天你妹妹疼得哭爹喊娘的时候，这只王八能不能变出钱来救你？哼，我们走。快走吧，往深海游！对不住了，小满，哥明天就算去码头扛大棒，也一定把你的药钱挣回来。苏家后生，谢谢你。你若不救我，已是刀下亡魂。救命之恩，当以报答。你会说话？这是海图。记住，明日正午在退潮之时来龙王沟，有厚礼相送。龙王沟是村里人称为死神沟的地方，要去吗？船没了，爹留下的最后一样东西也没了，小满的药钱，明天拿什么去凑？小满，大夫说了，你的腿不能久坐受潮，你半夜不睡觉补着破网干什么？哥，我不疼。大民舅舅今天带人把咱们家的船拉走了，他说爹以前欠他的钱，加上利息，只能拿船抵。哥，咱们家没船了，以后怎么出海啊？我把这张旧网补好，明天你去浅滩下个地笼，好歹能换出吃的。小满还不知道，我把他的药钱拿去换了那只龟，我对不起他。但那只龟有灵性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它被砸死。小满，你记住哥的话，舅舅拿走船是他占了理，咱们认。但船没了，人还在，只要哥这双手没断，就算是用木盆划，哥也能在这片海里把你的药钱捞出来。你好好躺着，什么都不许想。哥，我信你。小满，哥骗了你，药钱没了，但哥一定会想办法挣回来。明日正午，龙王沟退潮。龙王沟，全村人都叫它死神沟。可大退潮、死劫，往往也意味着在藏深水区的极品海货会被洋流卷进暗沟。
这是唯一的翻身机会。小满的要钱，爹留下的那条船，我不能就这么认了。老辈人用竹筒听水流，我用这个能听得更清楚。暗礁在哪儿，回水在哪儿，下网之前心里要有数。哟，长青，这是整啥新鲜玩意儿呢？怎么，你舅舅刚把你的大船收走，你就打算开着这块棺材板下海了？长青啊，你别听流水瞎起哄。你看今天这天色，海发星，云接水，这是要起绝命风暴的兆头啊！今天谁家的船都不敢往深海走，你划着木盆子出去，不是找死吗？陈叔，谢谢您提醒，我知道今天海况还不好，但我只去龙王沟外围碰碰运气。小满的腿疼得厉害，药不能停，我总不能坐在家里等天上掉馅儿饼。只要我不贪心，见好就收，不会有事的。陈叔，您的好意我心领了，可有些事不拼一把，就永远没有机会。龙王沟？老陈叔，你别劝了，人家是大学生，说不定人家懂科学，能在这死神沟里捞出金元宝呢。长青，一会儿要是风起浪涌了，你可别怪大伙儿不去救你啊！咱们可没那个胆子跟海王爷抢人。陈叔，帮我照看一下家里。风暴比预想的来得快，可龙王沟就在前面，那批海货只有在退潮和风暴的夹缝子里才会露出来。正午像半夜，这风墙压过来，难怪都说龙王沟是鬼门关。紧急气象插播，受强冷波气旋影响，请所有在海上的船只立刻归港。重复，立刻归港。黑沙洋、龙王沟等危险海域严禁驶入。现在掉头，风是往岸上吹的，海流也是往岸上涌的，顺着回去，这艘破船没到岸边，就会被随浪拍成木屑。回不去了！苏大民，你想看我死在海里？刘顺，你等着看我笑话，做梦！我妹妹还在家等我买药回去。我苏长青今天就算是把命豁出去，也要从海龙王嘴里撬出一块金子来。来了！断崖式退潮，这就是老渔民说的死神潮。海底暗流在抽水，船要翻了，稳住！你给我稳住！难道真要死在这里？小满，可对不起你。老龟，不，神龟。顺水入渊。没时间关守了，再不走，命就交代在这儿了。救命之恩，长青记下了。等我妹妹病好了，我一定给您立长生牌位。环形礁把风暴挡在外面，
退潮又把深水区的海货全卷进了这个湾里，底下那些发光的，随便猫一网都够小满看10次腿了。舅舅，你抢了我的大船，却只能去吃我剩下的残羹。这龙王沟真正的黄金归我了。潮水随时会变，等外面的风暴眼移走，这避风湾里的海货就会重新散入深海。这是唯一的窗口期，错过这阵，退了潮的货重新散回去，我这辈子恐怕再也没机会凑够小满的医药费了。苏大民，你以为抢走我的双拖网大船，我就只能在近海捡垃圾了？拖网只能抓那些随波逐流的蠢鱼，真正值钱的海货全藏在海底暗礁的缝隙里，大船的网根本下不去。海龙王，我苏长青今天不求贪多，只求能把我妹妹的买药钱凑齐。只要渡过这个难关，以后我一定带头护海养海。诱饵散开需要时间，现在只能等了。小满还在等我。大夫说那药一盒就要200块，今天就算捞不上金子，抓几条大石斑，我也得把它卖出天价来。身体开始不听使唤了，再这么动下去，意识一散人就没了。长青，你得撑住，手不能停。啊！我操！这下面到底进了什么怪物？给我起！武装当地滑轮，绳子绕半圈，就等于多了一个人在帮我拉。一个人拉不动的，3个人就拉得动。野生大黄鱼，全都是成年的极品野生大黄鱼！老天爷，这每一条都至少在2斤以上。9条，县城大饭店收这种品相的，一条少说200块，这一网2000多块。小满的药钱、复查的钱、半年的生活费全够了。中华锦绣龙虾，还是这么大的个头，这起码得有6、7斤重。锦绣龙虾，这种品相的，在县城的酒楼能值上千块。这哪里是虾，这是块金疙瘩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机关算尽抢走我的船，苏大民，可你懂洋流吗？你懂物理吗？你有一颗敬畏海龙王的心吗？钱，这都是小满的救命钱，老天爷不缺我苏家，这第1桶金我拿下了。苏大民，咱们走着瞧，这只是个开始。这批货不能过夜，越快回县城价越高，但水产站那些鱼贩子一个比一个精，看我一个浑身湿透的年轻人拖着船过来，第一件事肯定是压价，得想好怎么开口，怎么咬住价不松口。不能停在这儿，舅舅要是知道这条船里有货，他能连夜把船撬开。红树林遮得住船，遮不住风声，必须赶在村里人发现之前，把货全部换成钱。全村现在信得过的只有陈叔，找别人等于给苏大民报信。长青，你活着回来了！哎呦，老天爷保佑！快进屋擦擦，你这手怎么……陈叔，我没事儿，
我有个救命的急事求您。您院子里那辆拉煤的3轮车，能不能借我开半天？晚上我给您加满油，连带5块钱租金一起给您送回来。你这孩子说的什么话？你爹在的时候没少帮衬我，你要用车开走就是，提什么钱？不过外面风大雨滑的，你到底要干啥去？陈叔，大恩不言谢，我去县城给小满抓药。大黄鱼出水活不过几个小时，气不能停，颠簸不能太大。30公里路，每1分钟都是在跟鱼命奔跑，多拖1天，鱼就死1条。镇上那几个贩子兜里掏不出200块活钱，这批货只有县城的水产站吃得下。而且孙金才急着给省城迎宾馆备菜，今天是最好的卖家窗口。去！今天台风过境，你们就拿这些被浪拍死的臭鱼烂虾来糊弄我？省城迎宾馆的大厨明天亲自下来选菜，这种货色白送我都不要，拉走！什么高档货？台风天哪里来的高档活鱼？能活着回来就不错了。孙老板，收高档野生鲜货吗？高档鲜货，小伙子，不是我看不起你，就你那辆破拉煤车能装什么高档货？大黄鱼还是大海虾呀？我今天可是只要尖端货，普通的海鲈鱼、带鱼你拉去菜市场吧。如果就是大黄鱼呢？而且是活着的大黄鱼。活的野生大黄鱼？小伙子，牛皮别吹破了。野生大黄鱼一旦出水，气压变化，几个小时就死透了。就算是那些大船的冰鲜货，现在也是极其罕见。你能有活的？这成色，腹部如金，嘴唇带红，尾柄细长，这他妈真是顶级的野生大黄鱼啊！全都是2、3斤的大鱼。小伙子，你这鱼是不错，但现在大环境不好。这样吧，按照冰鲜鱼的价格，给你30块钱1斤，怎么样？你这几十斤能换大几百块呢，够你盖半间网缝了。孙老板，您要是这么做生意，那咱们就没得谈了。真把我当没见过世面的泥腿子了？哎，小伙子，买卖不成仁义在嘛，嫌价格低，咱们可以商量。野生大黄鱼，看嘴、看尾、看胸鳍。我这批货是今天正午在龙王沟深水区30米下的暗礁里捞上来的，压强极其稳定，腹部的金黄色没有丝毫退化，而且出水后，我一直采取人工打养，成活率100%。您刚才自己也说了，省城迎宾馆的大厨明天要来选菜，这种活体极品野生大黄鱼摆上桌，那是您孙老板在省城长脸打通关系的金字招牌。30块，那是冰鲜死鱼的价，少于80块1斤，我现在立刻掉头，送到隔壁镇的水产站去。这批货放走了，明天大厨来了，我拿什么招待？这小子句句说到点子上了。省城迎宾馆的单子要是拿下来，光这一单的利润就不止2000块。行，35斤整。35斤、81斤，2800。孙老板，先别急着结账。大黄鱼只是开胃菜，如果这还不够压场子，您再帮我长长这件东西的眼。神虾，锦绣龙虾，老天爷，这起码有7斤重啊！这玩意儿送到迎宾馆，别说大厨，连省城来的领导都得多看2眼。吃，砸锅卖铁我也得吃下来。小伙子，不，苏老弟，这只锦绣龙虾，我给你凑个整数，8000块。加上前面的大黄鱼，一共10800，我立刻让财务去银行给你提现金。
8000加2800，11000，这个价能成交。行，快去财务室拿钱。苏老弟，你点一下，10800，一分不少。不用点了，孙老板的信誉我信。10800，小满的药钱有了，先去县医院找大夫开药，再去供销社给小满买床厚棉被，他那床被子都潮得发霉了，不能再盖。最后去粮店，米面油盐够过一整个冬天的。怀里揣着1万多块，走在这街上就是活靶子。赶紧买完东西，天黑前必须回到陈家沟。苏大民抢走的是一条船，我带回去的是一条命。小满的命，苏家的命。从今天开始，陈家沟的日子也该换个过法了。哥，你这是干什么去了？你哪里来的钱买这些东西？你该不会是去干什么傻事了吧？傻丫头，想什么呢？哥是正正经经靠海吃饭赚来的钱。你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县里大夫开的最好的药，进口的，专门治您这种腿疼的，吃下去就不会一抽一抽的疼了。哥今天在龙王沟下了网，运气好，捞到了一窝极其罕见的极品大黄鱼，卖了个大价钱。哥还要攒钱带你去省城大医院，把你的腿彻底治好。龙王沟，陈叔说今天那里可是起了黑风墙的。哥，你为了我连命都不要了。海龙王收不走你哥的命。行了，你好好捂着出出汗，哥去厨房给你炖红烧肉。今天咱们好好庆祝一下。长青，在家呢。早上才抢完船，晚上就上门。哎呀，长青啊，舅舅听说你借了老陈的3轮车去县城了，这大风大浪的，舅舅心里实在是不放心啊。这不，刚忙完码头的事儿，特意拿了几个好苹果来看看小满。舅舅，你的消息倒是灵通，不过苹果你还是自己留着吃吧。小满刚睡下，受不了风，有什么事就在这儿说。长青，咱们可是亲骨肉，打断骨头连着筋。舅舅听水产站那边的熟人递了口笑，说你今天拉了几十斤活的极品大黄鱼，还卖了只神虾，赚了大1万块钱。你是不是误打误撞摸到龙王沟底下的什么神仙窝子了？是又怎么样？哎呀，我就说我外甥是个有福气的人。长青啊，你看你那条破船，不仅装不了多少货，还危险。正好，舅舅今天刚接手了你爹留下的那条双拖网大船，咱们爷俩合伙干。你把那个窝子的具体位置和下网的水流朝向告诉我，舅舅出船出油出人工，咱们做大做强。合伙？那利润怎么分？都是一家人，舅舅能亏待你吗？大头当然得用来维护大船和给船员发工资，剩下的利润，舅舅拿70%，给你留30%。你只要动动嘴皮子指个路，以后你就坐着收钱，小满的药钱也全包在舅舅身上，怎么样？他用我爹留下的船，我的情报出油出人工，70%的利润被他拿走，还说得像施舍一样，这跟空手套白狼有什么区别？今苏长青以双拖网海船1艘，已扣其父生前所欠苏大民之债务及利息，自此钱货两清，陈家与苏大民再无任何债务纠葛。此后两家死活无关，各走各路。舅舅，这上面的红手印，是今天早上你按着我的手，当着全村老少的面，1式2份签下的吧？苏长青，你个小兔崽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跟你舅舅分得这么清，你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我好心好意带你发财，你不识抬举。到底是谁不识抬举？早上抢船的时候，
你怎么不想着一家人？现在看我赚了钱，拿着几个烂苹果就想来分走我用命换来的海货。好你个白眼狼，你给我等着，看我不把你那个窝子给掏空！大海就在那儿，凭本事吃饭。不过我劝你一句，龙王沟水深流急，龙王爷收人的时候可不管你是不是老手，慢走不送。索长青，龙王沟30米下的暗礁，没有精准的洋流数据，就算他把整个船队拉进去，也找不到位置。找到了也白搭，那地方暗礁比渔网还密，大船进去就是触礁沉底。几只地龙效率太低，我有精准定位海货的能力，缺的是让海鲜活下来的条件。海货一离水就死，死了就不值钱。我得在家建个海鲜暂养池，把捞上来的活货养住，再慢慢找好买家。红砖、水泥、活水泵，明天就去镇上买。趁早去镇上，赶在建材店开门就把货订好。上次是运气好，风暴退潮碰上了鱼群，可大海不会天天给饭吃，万一捞上来又遇上坏天气出不了海，活鱼变死鱼，价格就要砍掉一大半。必须建个池子，把货养住再慢慢卖。小伙子，你这是要盖房啊？光水泥就拉了10袋，红砖2车，够砌一间屋子了。不盖房，养鱼。老板，给我多来2卷密封胶带，要大号的。养鱼？在院子里？乖，这车上的东西少说得大几百块钱吧？这是谁家要盖洋楼啊？好嘞，老板，下回有活再叫我。大柱哥，你在家闲着也是闲着，带上你那几个要好的兄弟，来给我帮个忙，帮我在这院子里砌个水池子，管2顿白面大肉饭，工钱1天5块。1天5块？去镇上采石场砸石头累死累活，1天才2块钱啊！长青这是发了大财了。昨天刘顺还笑话人家开破船送死呢。呸！刘顺那张臭嘴你也能信？人家长青可是大学生，那是文曲星下凡，能跟咱们泥腿子一样。长青兄弟，你这给的也太多了。你爹以前没少照顾我家，帮忙干点活，哪能要你这么多钱？大柱哥，一码归一码。我苏长青落难的时候，陈叔愿意把3轮车借我，这份情我记一辈子。现在我手里宽裕了，带着自家兄弟挣点辛苦钱是应该的。赶紧叫人，咱们今天就动工。这个小畜生，昨天才卖了海货，今天就抖起威风来了，还1天5块钱雇人，他这是拿我的钱在充大爷啊！大明叔，您看在这镇上，真要在家里建个聚宝盆啊！真要是让他建起来了，以后这陈家沟谁还把您这个船老大放在眼里？聚宝盆，老子让他变臭水沟！走，咱们去后头盯着，看他到底要搞什么名堂。长青，你这水池子怎么弄得跟迷宫似的？直接挖个大坑装水不就行了？大柱哥，这叫活水微生态循环系统。深海鱼娇怪，要是用死水，拉撒的粪便半天就能把一池子鱼毒死。第一格沉淀粪便，第2格用珊瑚骨和火山岩培养消化线菌，能把水里的毒素分解掉。第3格再用大马力抽水泵把干净的水打回主池，形成人工洋流。只有这样，不管外面打多大的台风，我这院子里的极品海鲜都能活蹦乱跳的等水产站的大老板来收。我的天，到底是大学生，这脑子就是跟咱们不一样。照你这么干，这池子就是个摇钱树啊！说白了，就是把大海搬进院子里。水是活的，毒是清的，鱼住的舒服了，就能等个好价钱再出手。来，涉水。成活了。
青兄弟，你太客气了。往后有啥活，你喊一声，我随叫随到。大柱哥，谢了。明天还请你帮我跑一趟镇上，买点铁丝网回来，我给池子加个盖。大秘书，您听见下午那小子说的了吗？什么细菌，什么循环的，这小子是家里造了个海呀！要是等他明天出海捞了货，填满这池子，那得值多少钱啊？值多少钱都没用，死鱼可卖不上价钱。他苏长青不是懂科学吗？不是说他那个什么过滤池能解毒吗？大秘书，这是什么？造纸厂用的高浓度漂白粉，一点就能毒死一河沟的鱼。他不是靠那根管子从海里抽水吗？今天后半夜，等他们兄妹俩睡熟了，咱们把这包东西顺着他那根进水管的滤网口倒进去。这可是投毒啊！万一被抓住了，你怕个屁！大半夜的，谁能看见？就算他明天发现鱼全死了，海水一冲，哪来的证据？他今天让老子在全村人面前丢了脸，老子就让他这辈子都翻不了身。等他倾家荡产了，那龙王沟的窝子，他就是跪在地上求我，也得乖乖吐出来。一包漂白粉才几毛钱，废掉他几千块的池子和一池子的鱼，他就算知道是我干的，没证据也拿我没办法。刚才是什么？苏大民今天走的时候那眼神，他不会善罢甘休，今晚不能睡死。毒水死体。这股心境是老龟的警告，水质出问题了，有人投毒，进水口被人动了手脚，一旦毒水进了池子，整个系统全废了。高浓度工业漂白粉，这是要彻底断了我的生路。苏大民，你找死！要让他再也翻不了身，就得留下铁证。大秘书，倒完了吧？这味儿也太冲了，咱们赶紧走吧。万一长青那小子醒了，怕个屁！就算他现在醒了，毒水也早就被抽进他院子里了。那小子砸了那么多钱建池子，明天一早起来看到满池子翻白肚的死鱼，我看他还敢不敢跟我苏大民叫板？舅舅，大半夜的不睡觉，跑来这海滩上给我苏长青投毒，真是好雅兴啊！长青，大半夜的，这海滩是你家开的？我和刘顺出来赶海不行吗？你哪只眼睛看到我们投毒了？赶海？你们赶海带工业漂白粉？苏大民，你这不仅是想毁我的水池，你这是在往近海投毒，破坏海洋渔业资源，这可是要坐牢的重罪。长青，这不关我的事儿啊，都是你舅舅逼我来的。那包漂白粉是他从造纸厂熟人那里弄起来的。你个废物！谁让你胡说八道的？我不想坐牢啊，大民叔。就你一个人，手里拿个破扳手就想抓老子？老子今天就是投毒了又怎么样？你说投毒就投毒，这海水是你家的？你有证据吗？没证据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证据，这是我刚刚在进水管口截下来的水样，加上地上的牛皮纸包装，还有刘顺这个现成的人证，这铁证如山。你说派出所的同志是信你还是信我？长青，长青，
咱有话好说。我可是你亲舅舅啊，咱们关起门来自己解决。我不要你家船了，我把欠条也还你。早上签的字据你忘了？我们两家早就两不相欠了。你抢我的船，那是合乎人情债务，我苏长青认。但你往水里投毒，那就是犯法。大柱哥，来了，长青，我们来了。那个，把他们看住，谁都别让他们跑。放心，他们俩今晚哪儿也去不了。明天一早，派出所见。水样、包装、人证都在，剩下的就交给派出所。真是舅舅投毒害外甥，这也太歹毒了。可不是嘛，我昨晚亲眼看到大柱他们把人摁住的时候，苏大民还在那骂骂咧咧呢。怎么回事？大清早村委就打电话报警，说有人投毒破坏生产。谁报的警？李所长，是我报的警，辛苦您们跑一趟。李所长，你可得给我做主啊！这都是误会，我是这小子亲舅舅，我大半夜的带人来海边赶海，他非说我投毒，还叫人把我扣在这儿冻了一宿。这小子是赚了点黑心钱，六亲不认，想整死我这个亲舅舅啊！你们大伙评评理，我大民在海上混了20年，什么时候干过这种缺德事儿？长青，我认得你，咱们镇出去的大学生，但办案讲究证据。你舅舅说你们是家庭纠纷，你报警说他投毒，证据呢？李所长，这是我昨晚在进水管被污染的一瞬间截留下来的水样，您只要打开闻一下，就知道这不是什么家庭纠纷。高浓度工业漂白粉，这东西要是倒进养殖池里，别说鱼了，连池子里的活水系统都能彻底烧废。包装纸就在那里。另外，这不仅仅是破坏我个人的暂养池，他们捣药的位置是公共海滩，如果我不及时截断水流，这些毒水退潮时卷入近海，会毒死多少近海的鱼虾？这是破坏海洋生态、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。光告他破坏我的财产还不够，要让法律认定这是危害公共安全的投毒行为，性质完全不同。判得越重，他出来以后就越没有翻身的机会。那是别人扔在这儿的，我就是路过。你凭什么说是我倒的？你有什么人证？同志，我坦白，我交代，都是苏大民逼我干的。那漂白粉是他从现造纸厂弄出来的。他说长青赚了钱他不服气，非要毁了人家的水池。我就是个望风的，我可没动手啊，你宽大处理吧，真的不关我的事儿啊！畜生啊！抢了人家的船不够，还要断人家的生路！这苏大民心肠也太歹毒了，这可是他亲外甥！呸！什么船老大，就是个下三滥的地痞！刘顺，你个王八蛋！你敢反咬我一口？你昨天晚上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苏大民，你身为长辈，不思进取，反而眼红嫉妒，蓄意投毒，破坏他人合法财产，跟我回所里接受调查。苏长青，你别得意，我告诉你，就算我进去蹲几天，那大拖网船还在我手里，你那个龙王沟的窝子，我早晚要把它掏干。我等着你。不过我提醒你一句，海龙王的钱只有懂海的人才能挣，你如果非要去送死，谁也拦不住你。拘留最多10天半个月，再加上治安罚款和赔偿金，他为了交罚款，肯定会把船卖掉抵债。一个没了船又没了名声的赌徒，唯一的念想就是龙王沟，那地方不是给他准备的。长青，真有你的！对付这种老赖，就得用法律制裁他。
今天真是大快人心。大柱哥，昨晚多亏你们几个帮忙镇场子，这钱你们拿去兄弟几喝点酒去寒气。以后我这海鲜池子做大了，少不了要雇你们干长期的活。那感情好，以后你指哪儿，哥几个就打哪儿。水是活的，鱼是活的，一切都是活的。小满吃了药，睡得安稳多了，这钱花的值。以后只要我出海一天，这日子就会好过一天。气压又降了。根据洋流图显示，下一次天文大潮马上就要来了。苏大民，你既然执迷不悟，那这片海就是你最后的归途。大明叔，村里的事儿我都听说了。钱全没了，13000块的赔偿加罚款，我攒了10年的家底儿全填进去了，柜子空了，就剩那条船了。大明叔，这下是真的完了，赔了钱又赔了面子，村里现在背后都在戳咱们脊梁骨，说咱们是投毒的烂人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你懂个屁！只要那艘双拖网大船还在，只要咱们还能捞到鱼，面子算个球。钱没了可以再赚，只要我摸到了龙王沟的门道，不出半个月，苏长青那个小杂种赚的钱全都得归老子。他以为把我送进去就能高枕无忧了。我告诉你，长青，老子在海上跟风浪打了20年，龙王沟那点水还淹不死我。可是昨天长青那小子在码头卖货的时候，我偷偷看过他笼子，他那网兜眼子比咱们小一半，专门卡鱼鳃的。诱饵我闻过，是鲜蛤蜊，不是咱们用的臭鱼杂。还有，他每次入水都先绕一个大弯再进沟，根本不走直线，咱们的大船根本进不去啊。他是贴着礁石缝，但我仔细观察过他入海和回来的水流轨迹。那小子运气好，误打误撞找到了个避风湾。今天下午是大潮，退潮最厉害的时候，龙王沟的水位最低，到时候暗礁会全部显露出来。只要咱们开足马力，跟着他的航机线死死咬住，他能进，咱们就能进。兄弟们，今天下午跟我出海跑一趟龙王沟，只要这一趟能捞到一船极品大黄鱼，每个人分5倍工钱。大明哥，今天这天色总感觉有点不对劲啊，空气里一股子腥味儿，是不是要起大风？怕什么？我这双拖网大船是钢制的，重达30吨。苏长青那个木板拼的破船都能在那儿来去自如，我这大船还会怕？要是这点胆子都没有，就滚下去，别耽误老子发财！气压还在跌，冷涡气旋还有2小时抵达。哥，舅舅他们好像要出海了。刚才我听刘顺喊着要往龙王沟去，我们要不要去拦着他们？现在去拦，码头上有他的人，我过去只会被轰开。报警，他还没出海，罪名不成立。唯一能做的就是做好救人的准备。不用拦，拦不住的。苏大民这种人，心里的魔鬼比海里的暗修更可怕。他认定了龙王沟有金山，就算天塌下来，他也会去撞一撞。可是要是真出了事，那是10几条人命啊！
10几条人命，我恨苏大民，可船上其他人只是被他骗了。他们家里都有老人孩子，不能就这么白白送死。小满，你去屋里帮我把医药箱拿出来，急救包、纱布、止血带全带上。现在出发，到避风港礁大概半小时。如果他在龙王沟里出事，从求救到我们赶到，前后还有1个多小时缓冲，这个时间窗口刚好够用，再晚就什么都来不及了。这天气，我心里总是不踏实。来都来了，大明哥说了，这一趟要是成了，顶我们在码头干半年。哟，这不是咱们陈家沟的万元户吗？怎么看我大船要出海，舍不得那龙王沟的窝子，想来给舅舅送行？苏大民，这是我最后一次提醒你，现在气压已经精降到了900帕以下，这绝对不是普通的大潮，而是极罕见的冷涡气旋。龙王沟现在的洋流速已经在以每秒2米的速度增加，一旦进入那个海沟，这艘船的动力系统根本抵挡不住暗流漩涡的撕扯。每秒2米的暗流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船底一边的水在往东拉，另一边的水在往西拽，舵轮根本打不动，就算它马力全开，也只是原地打转，然后被漩涡拖进去。大明哥，你听听，长青这孩子真是好心啊，还是老一套吓唬人呢。咱们这么大的钢船，还能让他那几张破网吓着不成？苏长青，你省省吧，这套把戏昨天就玩过了。我知道你就是想独吞那个窝子，怕我们去了把鱼抓光。我告诉你，这片海没写你苏长青的名字。今天这趟我是去定了，你要是真有种，就跟着我船帝后，看看到底谁才是这片海里的王。苏大民没救了，但那些船员不一样，他们只是穷怕了，不是真的想送死。再试一次，哪怕多救下来1个，也算对得起乡亲。各位大哥，咱们都是陈家沟的乡亲，我知道家里困难，想赚快钱，但请你们记住，苏大民可以拿他的贪欲去赌命，你们难道也要拿家里妻儿老小去赌吗？听我一句劝，把油门关了，这时候靠岸，咱们还能过个安稳年。谁敢听他的？谁今天敢下船，这趟的500块定金直接扣掉。我告诉你们，只要跟着我进去，每人不仅有分红，还有额外奖励。富贵险中求，怂蛋永远是穷鬼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既然路是你们自己选的，那就自求多福吧。大柱哥，咱们不进龙王沟，但在外围的避风港礁待命，把这套救生绳和浮tiêu备好，随时准备接人。放心吧，长青，我知道轻重。你刚才那番话已经仁至义尽了。避风港礁那一片水流相对平缓，我们停在那里观测。如果他们的船真出了事，浪会把人和残骸往那个方向推，我们在那儿就是最后一根稻草。启动发动机，出发！咱们去龙王沟。老龟留下的这块石头，触感还是凉的。他还在看着这片海。那个避风湾是大海界老龟的手留给我的福分，但龙王沟的入口深处藏着什么，只有大海自己知道。老龟给我的不只是预警，他是在告诉我，龙王沟的大门已经打开了，大海会找你结清。这笔债，这片海从来不是谁能独占的，你越贪，他就越会把你滚两海拖进深处，剩下的就看大海的造化了。
明哥，不行了，这根本不是浪，这是要吃人的水墙啊！那块礁石就在侧面，咱们快掉头吧！闭嘴！谁敢动方向盘，老子现在就把他扔下去！龙王沟的窝子就在前头，这一波浪过去，咱们就能看到鱼群了。再往前一点儿，再往前一点就到了。这浪不可能一直这么大，老天爷总得给人留条活路。救我，大明哥！救！该死，该死！这他妈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常听说这沟里有暗流漩涡，我当他是吓唬我。可刚才那道钢缆断得不对劲，不像是撞断的，更像是被什么东西从底下拽断的。这水里到底有什么？溪底漩涡！溪底漩涡，常青连这个都算到了。他说气压990，洋流每秒2米，他都跟我说过，可我一句都没听。咱们都要死在这里了！我不想死，我家还有2个孩子。刘顺，你昨天不是说你是老手吗？快，把救生筏放下去！快把货扔了，把那些金贵的蟹笼和物资都扔了，船要沉了！大明哥，没用啊，到处都是水，救生筏在甲板另一头，根本过不去啊！报应，这他妈真是报应啊！常青跟我说的时候，他站在码头上，脚边放着那卷救生绳。我笑他胆小，现在想想，到底谁是那个傻子？如果当时听了他的话，如果当时没有他那1万块钱，这船上的人一个都不会少。可我没听，我谁的话都没听，就因为我觉着自己在这片海上混了20年，连个毛头小子都比不上。现在全没了，船没了，钱没了，可我脑子里想的还是他那句气压990。船没了可以再买，钱没了可以再挣，可那2个掉下去的人呢？他们回不来了。他们是听了我的吆喝才上船的，是我把他们带进了这道海沟里，是我害死了他们。大柱哥，看到了，他们沉了。保持航向，利用老龟压出来的暗流轨道，准备接人。这一趟，咱们带多少人出去，就得带多少人回来。长青，放心，这帮混蛋虽然可恶，但咱们不能见死不救。冲！稳住船头，别侧着身子吃浪，那会直接翻船的。浪是横着打过来的，船头如果正对着浪硬顶，10米高的水墙能把船头掀翻，只能斜着切进去，从2道浪的缝隙之间穿过去。这是我老渔民那里学到的最关键的一招。长青，那儿有人头，是刘顺，他抱着一块断崖板。大柱哥，准备接应，救生圈抛过去，千万别让浪把人卷到礁石缝里去。大明哥，刘顺，
在派出所把苏大明一卖了，可到了生死关头，他嘴里念叨的还是大明哥。人真是说不清的东西。恨归恨，但毕竟一起死过一回。苏大民，我是苏长青，现在听我指挥，把救生绳系在腰上，一个一个跳。我离你们还有50米，快！苏长青，你来干什么？我害了你，我投毒毁你的基业，你还回来救我这只老狗干什么？你欠我的债，自然由法律来清算，用不着死在这里。你现在的命是我的，我不让你死，你就得给我在法庭上把那些罪行全部交代清楚。他已经在忏悔了，但光忏悔没用，得让他有活下去的理由。现在死了就躲过去了，只有让他觉得还有事没做完，他才肯跳。长青，这龙王沟根本就没有什么金矿，那就是个死地，那是我编的，是我骗大家来送死的。跳下来，这是你赎罪的机会，不是你逃避的理由。长青，对不住。大柱哥，走，全速返航。难怪这片区域的浪比外围小了一半，是老龟一直在水下顶着暗流，把那几道最凶的横浪卸下了。没有他，这艘小艇根本靠不到船边，人救上来了，船沉了。苏大民和那些船员会被法律审判，该坐牢的坐牢，该赔偿的赔偿，而我和小满终于可以真正开始自己的生活了。这片海还是那个样子，可从今天起，这片海是我的海了。苏大民，现在所有船员都已经招了，你编造航线秘密，利用高额利润诱导同村人员进入禁区，在极恶劣气象条件下无视警告强行出海，还涉及之前的恶意投毒，这每一条都够你进去蹲几年。李所长，我不辩解了，是我猪油蒙了心，是我想害长青。那艘大船沉了，什么都没了。20年了，我从一条小木船摇到大钢船，攒下的家当、名声、村里人的敬畏，全填进龙王沟了。我还害死了2个船员，他们家里怎么办？我拿什么赔？那艘大船是你抵债得来的，现在沉了，不仅你的债没还完，那些被你骗去的船员医药费、误工费，还有对海洋生态造成的破坏赔偿，你算过这笔账吗？你不仅是倾家荡产，你还得面临民事赔偿的连环诉讼。赔？拿什么赔？哥，咱们真的要这么做吗？他毕竟是舅舅。小满，这不是报复，这是公平。他如果不是舅舅，他就是个谋财害命的罪犯。法律是一杆秤，既然他是舅舅，他更应该明白什么是敬畏，什么是人性的底线。他称出的是比亲情更重的公道。我们要的不是他死，而是让他明白，有些东西永远不能触碰。别想这些不开心的人了，咱们回家。我已经联系好了省城最好的骨科专家，下周咱们就出发。现在的家底够给你做最好的手术，
也够咱们买一艘属于自己的崭新的远洋捕捞船。哥，我信你。长青，刚才镇上的李所长跟我说了，苏大民这次没个5、6年出不来了，咱们村里的污点终于清除了。长青啊，我那侄子就在那条船上，要不是你冲进去救人，他回不来了。你是咱们陈家沟的恩人。大柱哥，以后大家不用再想什么歪门邪道，只要跟着我干，让咱们每一户都过上不看天吃饭的好日子。苏大民倒了，但村里的穷根还在，靠天吃饭的活法不变，就还会有下一个苏大民出来。好，长青，以后你说咋干就咋干。我得搭起一个正经的摊子，从暂养池到运输队到销售渠道，让大伙儿不用拼命也能挣到钱。这辆车在码头附近出现过3次了。昨天我卖鱼的时候，他在街对面停着；前天李所长来检查池子的时候，他也绕了一圈。不是水产站的人，不是镇政府的，省城下来的，十有八九是冲着龙王沟那些传闻来的。资本围猎，这种事情我在报纸上见过。先低价收地，再包装转手，本地的渔民最后连下海的路都被堵死，不能让他得逞。无论是苏大民的贪婪，还是外界资本的围猎，只要守住这片海，守住心中的良知，我就绝不会输。小满，看，那是咱们的新起点。2个月前，我站在这里看着舅舅把我家的船开走，沟里连给小满买药的钱都没有。现在一切都好起来了，身后还站着村里一大帮愿意跟着我干的人。这条路我走对了，从今往后，陈家沟的日子，咱们自己说了算。